近30年，中国地位提升最大的10大新贵城市。过去30年，一批曾经默默无闻、区位普通、产业单一的中国城市，抓住时代机遇，实现了经济、政治、区位、影响力的全方位逆袭，成为中国城市版图中耀眼的新贵。本期虎先生奇谈梳理出近30年地位提升最大的10大新贵城市，为大家逐一解读。第10名，宁波，港口破局，从沿海小城到全球枢纽强势。1995年的宁波只是浙江省内一座普通的沿海地级市， GDP 仅有637亿元。彼时的宁波虽坐拥天然良港，但产业以低端制造、传统外贸为主，城市影响力局限于浙东区域，在全国城市梯队中毫无存在感，既没有省会的资源加持，也没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倾斜，是一座极易被忽视的沿海小城。30年的砥砺前行，宁波完成了从区域港口到全球枢纽的华丽转身。2025年，宁波 GDP 突破 1.8万亿元，跻身全国第11位，超越众多传统强势，成为长三角南翼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。其核心逆袭密码在于港口资源的深度整合与产业的高端化升级。宁波舟山港实现一体化运营，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、物流运输的核心枢纽。依托港口优势，宁波深耕高端制造、石油化工、汽车零部件、智能家居等产业，培育出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，民营经济活力四射。同时，宁波成功跻身国家沿海重要中心城市，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，从一座普通的沿海工业城市升级为兼具全球港口枢纽、高端制造基地、对外开放门户的现代化强势，城市地位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，宁波与上海、杭州、南京形成协同发展格局，成为中国沿海经济带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。30年的地位提升，堪称沿海非省会城市的发展典范。第9名，武汉，中部崛起，从老工业基地到长江中游核心。1995年的武汉是湖北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， GDP 607亿元，位列全国第15位。作为9省通衢，武汉自古便是交通要地，但彼时的武汉深陷传统工业转型困境，产业结构单一，经济活力不足，城市发展缓慢，虽坐拥绝佳区位，却始终停留在中部区域中心的层面，在全国城市格局中不温不火，难以跻身全国顶级城市行列。近30年，武汉抓住中部崛起、长江经济带2大国家战略机遇，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城到国家中心城市的蜕变。2025年，武汉 GDP 突破 2.2万亿元，稳居全国第9，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唯一的核心城市。其崛起核心在于交通枢纽的全面升级与科创产业的强势崛起。高铁时代，武汉构建起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，巩固祖国立交桥地位。依托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等顶尖高校，武汉打造光谷科创大走廊，在光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领跑全国，成为全国重要的科创重镇。如今的武汉成功获评国家中心城市，承担着引领中部崛起、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国家使命。城市能级、科创实力、交通地位、区域影响力全面提升，从曾经转型艰难的老工业基地，到如今活力四射的国家中心城市，武汉用30年时间重新定义了中部城市的发展高度，城市地位实现了跨越式提升。第8名，郑州，枢纽赋能，从火车拉来的城到国家中心城市。1995年的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， GDP 仅390亿元，位列全国第29位。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虽地处中原，交通便利，但长期以来城市标签仅停留在交通枢纽加农业大省首府，产业以传统农业、低端加工为主，经济实力薄弱，城市影响力局限于中原地区，在全国城市中毫无优势，是一座典型的中部普通省会。30年时间，郑州依托交通枢纽的重构与人口红利的释放，实现了惊天逆袭。2025年，郑州 GDP 突破 1.5万亿元，跻身全国前16位，成功入选国家中心城市，成为中原经济区的绝对核心。高铁时代，郑州打造全国首个米字形高铁枢纽，航空港经济区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，实现航空加高铁的双枢纽联动。产业层面，郑州大力发展电子信息、智能装备、
现代物流、食品加工等产业，承接东部产业转移，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。作为1级人口省份的省会，郑州充分虹吸全省人口资源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城市功能持续完善。从一座默默无闻的中原交通城市，到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国家中心城市，郑州的崛起是中国枢纽经济、人口红利驱动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。30年地位提升幅度，让其稳居全国新贵城市行列。第7名，东莞制造升级，从加工县城到全球制造名城。1995年的东莞刚刚由县升级为地级市不久， GDP 仅有205亿元，全国排名第75。彼时的东莞是3来1补加工贸易的代名词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代工厂，产业低端，人才匮乏，城市面貌落后，只是珠三角地区一座依附于广州、深圳的加工县城，毫无城市地位可言，甚至被称作世界工厂的车间。近30年，东莞抓住珠三角产业升级、深圳产业外溢的机遇，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到制造之都的完美转型。2025年，东莞 GDP 突破 1.28 万亿元，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双万之城，即万亿 GDP 加1000万人口，跻身新1线城市行列。其逆袭之路核心在于产业的迭代升级与区位优势的充分发挥，主动承接深圳科技创新资源与高端产业外溢，淘汰低端代工产业，大力发展智能手机、半导体、新能源、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，培育出一大批本土科技企业。同时，东莞依托珠三角城市群优势，实现与深圳、广州的同城化发展，城市配套、人才吸引力、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。如今的东莞是全球重要的智能制造基地、珠三角核心城市之一，从一座毫无存在感的加工县城升级为全国知名的新1线城市、制造名城，城市地位实现了从底层到中层的跨越式攀升，成为中国制造业城市转型的标杆。第6名，成都西部领跑，从西南首府到新1线榜首之城。1995年的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， GDP 713亿元，位列全国第10位，是西南地区老牌中心城市。但彼时的成都地处内陆，开放程度低，产业以传统商贸、轻工制造为主，城市发展相对封闭，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，却始终局限于西南区域中心，在全国城市格局中难以与东部沿海强势抗衡。30年时间，成都抓住西部大开发、成渝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机遇，一路高歌猛进，成为全国新1线城市榜首。2025年，成都 GDP 突破 2.48 万亿元，位列全国第7，是西部地区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消费、交通的核心枢纽。其崛起核心在于强省会战略的深入实施与城市软实力的全面提升，虹吸全省乃至西部人口资源，构建起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文旅消费等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打造天府国际机场，成为全国第3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交通枢纽，地位全面升级。同时，成都深耕宜居城市、消费城市、文旅城市品牌，城市吸引力、影响力辐射整个西部地区。如今的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、成渝双城经济圈核心引擎，城市能级、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，从西南内陆老牌首府升级为引领西部发展、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，30年地位提升，让其成为西部城市发展的绝对标杆。第5名，苏州地级市巅峰，从水乡小城到全国经济强势。1995年的苏州是江苏省内一座普通地级市， GDP 903亿元，位列全国第5位。彼时的苏州以园林、丝绸、乡镇企业闻名，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水乡小城。虽经济基础很好，但作为普通地级市，无省会身份，无特区政策，无国家级战略加持，城市发展始终受制于行政级别，难以实现更大突破。近30年，苏州创造了普通地级市的发展奇迹，成为全国地级市天花板。2025年，苏州 GDP 突破 2.7 万亿元，位列全国第6，超越众多副省级城市、省会城市，经济实力稳居全国第1地级市。其逆袭密码在于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与外向型经济的深度发展，抓住改革开放机遇，打造苏州工业园区这一国家级标杆园区，大力引进外资，承接上海产业转移，构建起高端制造、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等1000亿级产业集群。
同时兼顾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城市建设，实现经济发展与城市品质同步提升。苏州用实力证明，行政级别并非城市发展的唯一桎梏，凭借区位、产业、民营经济优势，普通地级市也能跻身全国顶级城市行列。从江南水乡小城到全国经济强势、全球知名制造业基地，苏州的30年是中国地级市逆袭的巅峰之作，城市地位实现了从区域强势到全国顶级强势的跨越。第4名，合肥。科创逆袭，从小透明省会到国家科学中心，1995年的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， GDP 仅160亿元，全国排名第97位，是全国省会城市中的小透明，地处中部，经济薄弱，产业落后。长期以来，合肥被周边南京、武汉、上海等强势压制，人才流失严重，城市发展缓慢，毫无区域影响力，甚至被称作最没存在感的省会。30年时间，合肥凭借硬核科创与精准产业风投，完成了惊天逆袭，成为全国最耀眼的科创黑马。2025年，合肥 GDP 突破 1.4万亿元，跻身全国前20，成功入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，成为长三角城市群重要副中心。其崛起核心在于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一核心驱动力，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打造全国顶尖的科创平台，在量子信息、核聚变、芯片、新能源、人工智能等领域领跑全国。同时，合肥走出政府风投特色发展之路，精准押注京东方、长兴存储、蔚来汽车等硬核科技企业，培育出完整的心平气和产业集群，实现产业从低端到高端的全面升级。如今的合肥是全国重要的科创重镇，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城市之一，从毫无存在感的中部小省会升级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科创中心，城市地位实现了从底层到顶层的质变，成为中国科创驱动城市发展的经典案例。第3名，杭州。数字赋能，从旅游名城到全球数字经济第1城。1995年的杭州是浙江省省会，知名旅游城市， GDP 762亿元，位列全国第8位。彼时的杭州城市标签只有西湖，产业以旅游、轻工、纺织为主，经济活力不足，城市发展局限于江南旅游名城，在全国城市中虽有知名度，但综合实力难以跻身顶级行列。近30年，杭州抓住数字经济革命的时代机遇，实现了从旅游之城到数字之都的完美转型。2025年，杭州 GDP 突破 2.3万亿元，位列全国第8，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第1城，准一线城市顶流。其逆袭核心在于数字经济的全面崛起，以阿里巴巴为龙头，带动电商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直播电商等数字产业蓬勃发展，构建起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产业体系。同时，杭州深耕民营经济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人才，资本汇聚，城市创新活力、综合实力全面提升。从一座以山水闻名的旅游城市，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杭州的30年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缩影。城市地位、经济实力、全球影响力实现全方位跃升，成为新时代新贵城市的典型代表。第2名，重庆。直辖跃升，从普通地级市到国家顶级直辖市。1995年的重庆还只是四川省下辖的地级市， GDP 742亿元。彼时的重庆虽为西南工业重镇，但受制于省域行政格局，城市发展空间受限，基础设施落后，产业结构单一，只是西南地区一座普通的工业城市，在全国城市梯队中毫无话语权，城市能级影响力十分有限。1997年，重庆迎来命运转折点，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，自此开启了30年的跨越式发展。2025年，重庆 GDP 突破 3.3万亿元，位列全国第4，成为国家中心城市，西部大开发核心引擎，成渝双城经济圈核心城市。其崛起核心在于直辖带来的行政能级跃升与国家战略的全力加持。直辖后，重庆获得独立的行政、财政、政策资源，全力推进三峡移民安置、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转型升级，构建起汽车制造、电子信息、装备制造、现代物流等千亿级产业集群。同时，重庆依托庞大的人口基数、广阔的辖区面积，成为全国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直辖市，城市规模、辐射能力全面提升。从一座普通的地级市
到国家顶级直辖市、西部核心枢纽城市。重庆的30年是中国行政区划调整带动城市发展的最佳范例。城市地位、经济实力、国家战略定位实现了质的飞跃，成为西部城市崛起的标杆。第1名，深圳，时代奇迹，从边陲小渔村到全球科创之都。1995年的深圳虽已是经济特区，但 GDP 仅795亿元，依旧是一座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新兴城市，产业低端，创新能力不足，城市定位局限于改革开放试验田，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老牌一线城市差距悬殊，只是全国范围内一座快速发展的沿海小城。近30年，深圳创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时代奇迹，完成了从加工贸易之城到全球科创之都的终极逆袭。2025年，深圳 GDP 突破 3.8 万亿元，位列全国第3，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、全国性金融中心、全球科技创新枢纽、国际化大都市。其逆袭密码在于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、移民城市的创新活力、敢闯敢试的城市精神。从3来1补低端加工到华为、腾讯、大疆、比亚迪等全球科技龙头扎堆，深圳构建起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、高端制造、现代金融产业体系。作为全国移民城市标杆，深圳汇聚全国顶尖人才，创新活力、发展动力始终领跑全国。如今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，是全球知名的科创之城、创业之都、移民之都。城市综合实力、全球影响力比肩北京、上海，从南海边陲的小渔村到全球顶级大都市，深圳用30年时间走完了其他城市上百年的发展历程，城市地位提升幅度冠绝全国，当之无愧成为近30年中国第一新贵城市，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。近30年10大新贵城市的逆袭之路虽各有不同，却有着共同的时代逻辑，抓住国家战略机遇，深耕特色产业，发挥自身优势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。从普通地级市到全国强市，从内陆小城到国家中心城市，从加工基地到科创之都，每一座城市的崛起都印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，见证着中国城镇化、工业化、现代化的磅礴力量。